亲爱的朋友，您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走路好像没以前那么利落了？是不是站久一点，腿就有点酸，或是刚起身走几步，膝盖就卡卡响？以前买菜提着就走，现在走没几步就想坐一下歇口气。很多人都会说：“哎，我老了嘛，这很正常。”但医生却提醒我们，这些看起来正常的变化，其实可能是双腿正在衰老的早期警讯。就像牙齿视力会慢慢退化，我们的双腿也有它们老去的节奏。但不同的是，牙齿掉了还能装假牙，双腿一旦退化，生活品质会跟着大大下降。爬楼梯不敢了，走远一点不想走了，甚至跌倒一次就得卧床好几个月。很多长辈不是老了不能动，而是因为腿脚退化太快，生活一步步被限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该怎么知道自己的双腿是否正在加速衰老？医生整理了7个早期迹象，只要您中了其中2个以上，就得特别注意了。这7个征兆不是吓唬您，而是帮助您提早自查，提早保养。双腿保住了，生活质量就能稳稳地守住。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解析这7个腿老的信号，每一个都很实际、很常见，也都能改善。今天的内容特别适合50岁以上的朋友收看，也欢迎子女们转发给家里的长辈，别等到腿脚出问题才来补救，早点发现才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下一段我们就从第1个最常见的老腿信号开始说起，它藏在每天上下楼梯的动作中，但很多人忽略了它。您还记得以前吗？楼梯一口气就能上3层，还能边走边说话。但现在呢，上个半层就喘，膝盖还发酸，走得慢一点，旁边的人还催你怎么那么慢。您以为这是体力不好，但其实是腿部肌肉、关节、骨密度正在悄悄下降。医生说，如果您发现自己最近上楼必须扶扶手，膝盖酸、软、无力，每踩一步都有咯咯声，下楼时特别没安全感，像会滑倒，那就说明您的大腿前侧肌肉、股四头肌可能已经开始萎缩了。还有一个常见表现，以前下楼时没感觉，现在觉得每一步都像踩空，脚尖难控制，容易踩不稳。这就是身体告诉你，膝关节的稳定度开始不够用了。更危险的是，膝盖开始痛的人往往会少走，结果变成越不动，肌肉越少，关节越不灵活，问题就越严重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改善吗？当然可以。医生建议，第一，练腿不用跑步，从抬腿训练开始。坐在椅子上，单脚抬起，停住10秒，换脚再做，每天做10下，轻松、安全又有效。第二，多爬楼梯没错，但请注意慢，上楼脚踩稳，手扶好，不要急。如果家里有楼梯，可以一天上2次，每次2层就好。第三，记得做靠墙蹲，背靠墙壁，慢慢下蹲，不过膝，保持10到15秒。这个动作能强化大腿肌力，是医生最推荐的腿部锻炼之一。第四，饮食方面，补充钙、维生素 D 和绿叶蔬菜，对维护膝盖骨密度有很大帮助。第五，穿对鞋，避开平底硬底鞋，选有弹性、防滑、包脚跟的鞋子，走路更稳，膝盖压力也减轻。只要从今天开始练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就能延缓腿部退化，慢慢找回那双轻盈的脚。下一段我们继续来看第2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信号，走路越来越拖，像在蹭地板。很多人以为只是鞋子不合脚，其实另有原因。朋友，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走路的样子变了？以前出门是咚咚咚走得稳又快，现在变成刷刷刷，脚底好像贴着地板走。有时候明明没东西，还是会被绊一下，感觉腿没力，脚不听使唤了。如果您有这些情况，说明要注意了。走路脱脚、不抬脚，步伐比以前小很多，老是踩不准，
容易踢到门槛，桌脚，感觉两腿沉重，走没几步就累。这不是懒，也不是老花眼看不到，而是双腿的抬举力和步态协调能力开始下降了。医生指出，这通常和几个问题有关：一、小腿肌肉力量下降，尤其是胫前肌、腓肠肌没以前有力，抬脚高度变低，才会拖着走。二、脚踝稳定度变差，年纪大，脚踝关节变得僵硬，走路动作不灵活，容易晃。三、神经传导速度变慢，反应变慢，控制力变差，才会不小心绊倒。一个真实案例：70岁的刘伯伯，平常自己买菜走路都很自豪，但近几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撞到东西，踢到门框。有次在厨房一不小心绊了一跤，幸好扶住水槽才没摔。去做了检查，医生说他的腿部肌力和神经反应力已经明显退化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改善走路姿势？医生建议：第一，提膝走路练习，每天在走廊或阳台走10步，抬脚高一点，像走军步，能强化大腿和核心肌肉，改善脱脚问题。第二，足底训练，坐着或站着，试着用脚趾夹住小毛巾，抬起小球，帮助训练脚趾灵活度，预防跌倒。第三，练习平衡感，每天站立时闭上眼睛数5秒，或试着单脚站立5秒，开始可以扶墙，慢慢增加时间。第四，穿合适的鞋子，不穿拖鞋，不穿松松垮垮的鞋，选一双包住脚跟、防滑、有支撑的鞋最重要。第五，别怕摔就不动，越不走，腿退化的越快，哪怕在家来回走5分钟，也比一直坐着好。朋友，走路姿势变，代表腿部正在变弱，但可喜的是，它是可逆的，练回来就能稳回来。下一段我们要讲的迹象3，站久了就腿软，甚至没站多久就要坐下，这背后不只是累，可能是双腿正在衰老。朋友，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出门等个公车，站着买菜，排个队才几分钟，腿就酸，脚底开始发胀发麻，只想找个地方赶紧坐下休息。有些人甚至说，现在连在厨房炒个菜都得搬把椅子来坐着去。这其实不是单纯老了累了，而是双腿在悄悄告诉您，他们的耐力和血液循环变差了。医生指出，这类现象背后常有几个主要原因：一、腿部肌肉流失，年纪大后肌肉流失速度加快，尤其是大腿前侧股四头肌、小腿肌肉，一旦变少，支撑力就下降，站得久当然累。二、血液循环变慢，静脉回流不顺，血液容易积在脚部，就会有发胀发麻的感觉。三、脚底肌肉和筋膜老化，脚掌不像年轻时那么有弹性，站久了就像脚底没力气，脚弓也塌了。四、腰椎或坐骨神经受压，这会导致站立时腿麻，一条腿酸一条腿没感觉。很多人以为是脚的问题，其实是腰出了状况。我们听听68岁的林太太的故事。她原本每天早上做饭拖地没什么问题，但最近几个月炒菜一半就得坐下，连洗碗都觉得腿在抖。她以为是血压低，但医院检查没问题。后来复健科医生说，她的腿部肌力下降太多，再加上脚底筋膜开始退化，才导致站不久，脚底麻。在医生建议下，她开始做简单的腿部耐力训练，例如站着提脚跟，脚跟离地，踩脚踏板，拉筋，加上穿支撑性好的鞋子。3个月后，她说，现在炒完2个菜都不用休息了。实用建议来了：第一，每天早晚各1次提脚跟练习，站着扶墙，脚尖不动，脚跟离地，连续做15下。第二，用泡脚加按摩放松脚底，睡前泡脚，加点温盐水或生姜，泡完用手按摩脚底，刺激血液循环。第三，日常尽量穿包脚有支撑的鞋，
别再穿松松软软的拖鞋，尤其家中地板滑的人更要注意。第四，营养上，记得补充维生素 D、钙和镁，它们不仅强健骨头，也能稳定神经，缓解腿酸。第五，每周进行2到3次轻度训练，哪怕是慢走、太极、坐着抬腿，也能逐步建立耐战力。亲爱的朋友，腿部支撑力差，影响的不只是体力，它还会影响您的安全感、独立性、生活质量。但只要我们提早察觉，开始做起，让腿撑得住、站得稳，一点都不难。下一段我们要讲的迹象4，腿毛越来越少，皮肤越来越干。这个表面看起来皮肤问题，其实可能是双腿正在衰老。朋友，您有没有发现，以前腿上还有些毛发，现在越来越少，甚至变得光光的，皮肤干干的，发亮发亮的，尤其是小腿前侧或脚背。很多人以为是正常老化，也有人觉得变干净了，不刮毛也省事，但其实这可能是一个隐藏的健康警讯。医生说，腿部毛发变稀，皮肤干燥发亮，很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的表现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下肢动脉硬化的早期征兆。为什么毛会少，皮肤变？原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的毛发、皮肤都靠血液输送氧气和营养。如果血流变差，动脉堵塞，这些末梢组织就会营养不良，自然就毛发掉落，长不出来。皮肤越来越薄，发亮，甚至摸起来绷绷的，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发凉、麻木、色素沉淀。如果您发现自己小腿毛变稀，皮肤发亮、干裂，一冷就冰凉，一走路就酸胀，那可不能只用乳液擦一擦就了事。我们听听许叔叔的故事。他71岁，腿脚一向还不错，但最近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小腿皮肤越来越亮，脚背几乎没毛了，睡觉时脚常常发凉。原本以为是血压高的副作用，后来检查发现是周边动脉硬化初期。医生说，好在您发现的早，否则可能再过几年走路都会痛。在调整饮食、控制血压的同时，他开始每天热水泡脚加轻按摩，加上散步训练。3个月后，腿部颜色改善不少，脚也不再麻了。实用建议：1. 观察腿部变化，洗澡或换衣时，看看小腿是否对称，皮肤颜色正常吗？有没有一边特别亮或暗？2. 每天泡脚15分钟，帮助腿部血液回流，可以加入老姜片或艾草增强温热感。3. 适度抬腿，每天抬腿15分钟，垫高30度，让血液回流更顺畅。4. 多走路，少久坐，避免血液淤在脚底，哪怕绕客厅走几圈也好。6. 定期检查血脂、血压、血糖，尤其是有三高或心血管病家族史的朋友，别忽视腿的警讯。亲爱的朋友，腿不说话，但它会用变样提醒我们。毛变少，皮肤干，不只是表面问题，而是身体在提醒您，我的血流不够用了。早点发现，早点调理，就能让双腿继续活血有力，撑您走更远。下一段我们要谈的第5个迹象，脚趾甲越来越厚，变色变形。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脚气，很可能是双腿正在衰老。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脚趾甲变得越来越厚，甚至颜色发黄发灰，形状也歪歪扭扭，像一块死角硬壳，剪也剪不动。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了指甲就这样，或者是灰指甲、脚气导致，其实这背后可能是循环差、糖代谢异常，甚至是糖尿病初期的表现。为什么脚趾甲会变成这样？首先，脚趾甲最末端离心脏最远，如果血液循环差，营养供应不到，脚趾甲就容易变厚、变脆、发黄，长得慢却硬得像壳，指甲床变形，有时甚至脱落。有人还会合并指尖麻、刺痛感。医生指出，65岁以上的人如果脚趾甲突然出现这些变化，
尤其还伴有脚底冰凉、麻木、伤口难愈合，很可能是血管硬化、糖尿病前期或者真菌感染在提醒你，我不好了。听听真实案例。赵奶奶73岁，退休后生活清淡，没大病，但最近她发现脚拇指的指甲越来越厚，发黄。开始还以为只是脚气，买了药膏擦，没什么效果。后来她去体检，才发现血糖偏高，糖化血红蛋白已经接近糖尿病门槛。医生告诉她，脚指甲的改变是身体代谢失调和血液循环变差的表现之一。经过饮食调整，每天温水泡脚，定期修甲护理，3个月后，她的脚指甲颜色明显恢复，血糖也降到正常范围。实用建议：一、注意脚指甲变化，颜色、厚度、形状是否和过去不一样，是否两边不对称。2、用温水泡脚加擦干，可以加入醋、盐，保持脚部清洁，促进血液循环。3、不要穿太紧的鞋子，尤其鞋头太窄、袜子太紧，会压迫血管，影响血流。4、定期修剪指甲，不要剪太短，也不要剪边角，避免引起伤口发炎。5、糖尿病高风险者应定期测血糖，尤其是发现脚趾麻、发凉、伤口不好愈合时。6、避免自行挖指甲根部或使用刺激性药膏，因为皮肤脆弱，容易造成2次感染。总结一下，如果您发现脚指甲越来越像小盾牌，颜色不对，硬得像石头，那就别只当作老化这么简单，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，血液跑不过来了，营养送不到了，该检查一下身体了。尤其是有高血糖、3高家族史的朋友，脚指甲的变化比您以为的还要重要。下一段我们将进入第7个迹象，腿脚感觉迟钝，反应慢。这可不是走路慢这么简单，而是神经系统在变钝，甚至可能是中风前兆。您有没有发现，以前走路一听到汽车声，立刻能反应，停下，转身，但现在别说快反应了，有时连要抬腿、转身都变得笨重。走路慢，转身慢，跌倒反应慢。很多人以为这不就是年纪大了吗？但其实这种动作慢、反应慢，可能是腿部神经传导速度在变慢，甚至是大脑下达指令，肌肉却接不到的信号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？神经系统就像身体的电线网，大脑发出指令，比如抬腿必须靠神经传线送到腿部肌肉，肌肉才能收到电去行动。而年纪大之后，神经鞘、绝缘层会老化，神经传导速度变慢，肌肉反应也跟着迟钝。如果再加上血糖不稳、维生素 B 群缺乏、慢性炎症、脑部老化等，反应慢就更严重了。一个真实案例，陈大哥今年78岁，原本身体硬朗，但最近家人发现他走路明显慢了，而且遇到障碍物时常常来不及反应，连转个身、蹲下捡东西都显得卡住。检查后发现，他的周围神经反应变差，伴随轻度脑供血不足。医生提醒他，如果再不调整，有可能就是认知衰退的前兆。如何自我检测？试试这几个简单的小动作。1、抬腿测试，站直，一脚抬起，看能否维持5秒以上。2、转身测试，站在原地，快速转身180度，看是否失衡或头晕。3、双脚交替抬起，看能否快速连续10次。4、反应测试，有人喊开始后，看自己多久能启动动作。如果这些动作您发现卡住、慢、反应差，就要特别注意了。实用应对策略：每天练习腿神经、反应力训练，快慢交替走路，例如快走3步加慢走3步，单脚站立练平衡，拉筋和下蹲练膝关节反应，多做跨步走转身练习。补充神经支持营养，维生素 B1、B6、B12，支持神经传导。深绿色蔬菜、糙米、坚果、豆类等天然 B 群来源。若已有神经性问题，可考虑医生建议下补充甲钴胺类营养素，控制血糖、血脂，避免血管硬化影响神经供血，
坚持锻炼脑腿协同训练，例如太极简易5步，障碍走步练习走 S 型路线。结语：腿部反应迟钝，不只是慢，而是身体信号系统在放缓，是一种从神经到肌肉的衰退信号。发现的早，补回的快。透过营养、训练、生活调整，我们还能把慢动作找回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检查了7个常见但容易被忽略的腿部老化信号。这些不是吓人的医学名词，而是身体发出的温柔提醒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回顾这7个重要的征兆。第一，走路慢，步子小，容易被人追上，这是腿部肌肉、关节或神经在悄悄变弱。第二，腿常常觉得软，站不稳，容易打晃，代表支撑力下降，需要重新训练大腿的力量。第三，上下楼、上厕所、蹲下站起都费力，说明膝盖的稳定性和核心力量正在下滑。第四，晚上抽筋，白天腿麻，动一下就刺痛，这很可能是电解质和神经系统出问题。第五，腿毛变少，皮肤发冷，脚背颜色不均，反映的是血液循环不佳，血管开始退化。第六，脚反应慢，转身不利索，容易跌倒，这是反应力和协调性的衰退，必须特别小心。第七，久站久走就累，走没多久就想找椅子坐，代表体能、耐力和血液回流效率正在减退。这些现象不是老化的命运，而是可以逆转的提醒。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我们也特别整理了一份适合中老年人的日常守则，帮助大家保护腿脚。第一，每天要动一动，坐久了就起来走几步，可以散步、站立拉筋，简单抬腿，不需要太激烈，关键是动起来。第二，每天晒太阳15到30分钟，帮助身体制造维生素 D， 它能强健骨头，帮助钙吸收，对腿脚支撑力大有帮助。第三，三餐注意营养，补充蛋白质、钙、镁、B 群和深绿色蔬菜，每天吃一点黑豆、三文鱼、菠菜，帮助修复关节，减少炎症。第四，练反应，不只练力量，可以试着慢慢练习原地转身、踏步、侧走，提升平衡能力。第五，控制体重，每重1公斤，膝盖就要多承受3到4公斤的压力。第六，保持愉快心情，睡眠规律。压力大会影响激素，也会让肌肉和关节更僵硬。有些人总觉得年纪大了就是该退一步，但其实只要我们多做一点，腿脚依然可以有力，走得轻松，活得自在。就像很多长辈分享的经验一样，改变一个习惯，调整一顿饭，增加一段运动，身体就会一点一点回馈给我们轻盈与稳定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讲的内容有没有让您想起自己的情况？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可能也出现了1、2个征兆？您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护腿方法想分享给大家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您的一句话也许能帮助更多人避免跌倒，避免腿退化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订阅银铃智慧频道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贴近生活、实用简单的健康建议，帮助中老年朋友安心变老，活得更好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